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，通常校园漫画也是从春天开始讲述。我七春岁高，期待着有美好事件的发生。高中时代，这里就是我挥洒青春的舞台吗？社团里的友情，当然还有谈恋爱。我闪闪发光的高中生活，现在才刚刚开始。3年后，毕业典礼的前一天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啥都没有。虽然我早就预料到了，我的高中生活没有一点青春感的事件发生，既没有参加社团，也没有参加委员会，别说女朋友了，连朋友都没有一个。什么垃圾青春的舞台啊！拜拜了您嘞！看到美少女们恋恋不舍的分别之际，我心里幻想着，为什么没有美少女来搭理我？为什么没有对死宅温柔的辣妹？校园轻小说的主角不都是性格阴沉孤狼的属性吗？还有，为什么女生一起走路都喜欢铁锁连环啊？这时候转头跟一位美少女对上视线，花见时啊，高2、高3都跟我在同一个班级，是我迄今为止见过最美的人，一生都和我无缘的女生类型，就算有缘也是浪费。这时候异世界的大卡车来喽！我奋力的推开花见同学，简直就像轻小说主人公一样的。不好，电脑里警惕的老师不想被家里人看到啊！喂，不要死啊！求求你啦！我闭上了那沉重的眼皮，再次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还活着。不管怎么看，这都是我的房间。原来那只是个梦吗？感觉有股莫名的违和感。本该挂在墙壁上的制服不见了，书架上的书也少了几本。手机的话，要是用了3年，未免也太新了吧？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是3年前，正好是我高中入学的那一年。但是我不觉得那3年的记忆是一场梦，我还清楚的记得那3年内看过的小说和写的小说。果然变年轻了啊！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一直盯着自己的脸看，就算你再怎么看，也不会变成帅哥吧？哦，高月吗？果然我的妹妹也变成3年前的样子。3年前的话，应该是初中2年级吧？没想到3年之后，她居然会变得那么漂亮。等等，为什么哭了？一想到高月的以后，就不小心哭了。不小心个头啊！哥哥，你没出问题吧？就那么讨厌入学仪式吗？啊？入学仪式？是呀，不是还嚷嚷着说要在入学仪式找个女朋友吗？你还是把那话当放屁吧，我有点精神错乱了而已。我似乎又要重新读一次高中了，依然是那条上学路，依然是路上被踩到的狗屎，还有那不像人类的自我介绍。这次的我不一样了，毕竟已经体验过一次高中生活了，和你们这些第一次的低分仔都没可不一样。结论就是放弃交朋友，赶紧回家才是。班会一结束，直接幽灵级补到门口，这个是新生们都做不到的绝技。等一下，哼，想让我误解回头，我才不会犯那种丢人的错误。等下，我叫你等一下，你耳朵聋吗？我靠，原来真的在叫我啊！才刚刚入学，应该没人认识我啊。这时怼着一张大脸过来的正是花见石同学。花见石吗？是啊，七春同学，七春岁高同学，你还活着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。这不是能在走廊说的事情。我们朝着5楼走去，在这里读了3年，哪里人少还是知道的。果然，你是从3年后过来的？是啊，七春同学也有3年后的记忆呢。哇哦，女孩子的手指好细，好柔软，好温暖啊！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现在一定死了，真的非常感谢。我终于从花见石那里听到了对不起以外的话。刚才被他叫住的时候，我就隐约感觉到了，现在这个情况是你一手造成的吗？是的，说来话长，你要听吗？在那之后，我还是因为事故去世了。此时花见石的心里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的家里是做神职的，老家有一个相当大的神社，就算他知道这是白费力气，也会来到神社没日没夜的祈祷。直到他某天醒来后，发现自己穿越回了3年前，回到开学的那一天，男主应该还活着。就算你不相信也没事啦，我到现在也是将信将疑。没想到居然真的会发生这种事。男主听完后想要吐槽，神社家的女儿向神明祈祷就能让时间倒流，这是轻小说还是漫画情节啊？虽然感觉比较荒唐，但是比起转生到异世界还是比较现实一点。这里还是要感谢一下花见同学，两个人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救命恩人。不过如果回溯的话，只要回到前一周或者前一天就可以了吧？为什么会回到3年前？我怎么可能会懂啊？这种问题去问神明大人啦。我让花见石去神社再祈祷看看能不能回到3年后，但是他好像有点不情愿。随后两个人一起来到那个十分有名的神社，这家伙不会是个隐藏的大小姐吧？双手合十，心诚则灵，请务必让我们回到3年后，可以的话再给我一个当轻小说作家的天赋吧。结果蹲了半个小时之后，发现没什么卵用，脚还蹲麻了。这时候花见石突然想到，让男主回到3年后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事，万一回溯的节点是成河时刻怎么办？那还是不拜托神明大人了，要不再当一次高中生吧。就这样和花见石交换了联系方式，自己也逐渐适应2周末的高中生活。还问一下老妹，如果我是从3年后未来穿越回来的，该做些什么比较好？我看老哥你是该多喝点巴克雅露了，随便想想就好了，顶多就是贯穿你老哥的人生罢了。那还真得认真想想，毕竟不想让老哥成为尼特族什么的，我可不想将来老哥孤独死去的时候，还要去给你签身份证明。老哥还是老哥，不管现在还是3年后，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。听到妹妹这一顿说，我直接顿悟了，就连花见石的消息我都开始懒得回了。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当我的孤狼传说，不像那一帮羊角，跟那通过叫声来划分领地的
的动物似的，声音越大的人越强势，弱小的势力则不能大声说话。不过跟我这个孤狼可没什么关系，好像有谁停在了我旁边。我抬头一看，是刚刚羊角圈里的辣妹，名字好像叫新奇来的。这时候男主跟她对上视线，辣妹只是冷漠的吐出2个字：恶心。身为宅男的我，幼小的心灵直接被狠狠的贯穿了。在那之后的某个周末，男主搭乘地铁来到最喜欢的轻小说书店，却发现一位与这种地方格格不入的美少女，还特别认真的挑选着轻小说，而且还是和自己喜好一样的爱情喜剧类。但是这一看就不是我能接近的类型，还是在心里偷偷握握手吧，只能去别的书架看看了。你等一下，给我过来！什么情况？这是要被敲诈了吗？转头一看，发现是那个说恶心的辣妹新奇。你是不是有话想要说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？你没有把我和别人搞错吧？好可怕啊！七春，你一直直勾勾的盯着我看啊！哎呀，什么叫直勾勾？偶然？那叫偶然耶！你刚刚叫了我的名字啊？是新奇啊？什么啊？难道你没注意到吗？妈，真是的，早知道就不搭话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怎么了？七春不也来了吗？我一看就是会来这种地方的类型吧？你喜欢那种东西吗？指的是新奇手上拿的恋爱轻小说。被发现后，新奇直接满脸通红，真烦人啊！这不关你的事吧？之前我在学校看新小说的时候，感觉好像被某人说过恶心哦。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嘛，因为在意七川正在读的作品，所以忍不住看了一眼。但是什么都不说的话也不太好，所以就说了个最糟糕的话，是吧？指的是之前路过说男主恶心。不过新奇那帮人好像也不看轻小说吧？这时候新奇勾勾手指让男主过去。什么啊？应该不会被打吧？七川，你应该知道我要说什么吧？不知道啊，请好好说，绝对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，明白了吗？你是觉得我会有能倾诉的对象吗？哎，真是倒霉的一天。喂，那是我的台词吧？你在说什么呢？休息日能被穿私服的美少女搭话，简直就像恋爱喜剧的主人公一样啊！要开心一点哦，你别胡说八道了。我的视角里可是好不容易休息日，还被班里大放厥词的辣妹缠住了，简直就是轻小说倒霉系主角吧。总之这件事别说出去。再见，请等一下，要是不买的话，我就把它放回货架了。买，我买行了吧？你要是敢在学校跟我搭话，我就会把你轰飞哦。终于能安静一会儿了，结果还是和新奇买了差不多的作品。我可没有想故意针对你哦，没想到新奇也喜欢轻小说，真是令人吃惊。上一世的高中生活应该不会发生这种事，如果上一世也发生了这种事，说不定我还能和新奇成为轻小说书友。上一世和新奇在高一当了1个月同班同学，就算没接触也留有辣妹的印象，但是我在脑海里几乎没有新奇的记忆，这是为什么？喂，你还记得那个叫新奇的女生吗？新奇？不记得了呢。花剑石，你是轻小说里的主角吧？不管怎么样，就是那个新奇啊，金发，打扮得像辣妹，长得也好看，在我们学校属于显眼的类型了。哎呀，还真想不起来呢。难道喜欢上别人了？怎么可能啊？人家还说要正面轰飞我呢，真奇怪啊！我不记得新奇的事情就算了，花剑石和新奇应该是一个阶级的吧？你也一无所知就很奇怪了吧？说实话，关于新奇，我只记得一幅画面，是一张没有同学的教室里，孤零零的坐在椅子上的新奇背影的画面。为什么周围会没有人呢？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何会记得这一幕，说不定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。说的奇怪的话，很抱歉。那么我不甜的碳酸水呢？你不能去自己接吗？皇帝是吧？真是的。男主看着杯子里的碳酸水，似乎想到了什么。这样啊，原来如此。这样的话，我和花剑石应该都不记得新奇了。如果这次也发生了与那段记忆符合的事情，我和新奇交谈的未来应该也不会到来吧。视角转来到教室里，男主看着班上另一位女生板户，也像往常一样几个人一起吵吵闹闹。虽然不如新奇他们，但在班里也是偏开朗型的女生团体，说白了就是班里的第二梯队，经常在休息时间拍视频之类的。老怕我被录进去了。这时两人的视线对上了，目光交汇，不会一见钟情吧？这应该不可能吧？你干什么一直盯着我看啊？真恶心，快停下来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板户和新奇的关系好吗？板户的眉头瞬间一皱，没什么，只是很普通而已。真的吗？感觉眉头一瞬间皱得很厉害啊，烦死了！不是说了很普通吗？你有什么意见吗？别再跟我说话，也别再看着我了，真恶心。不管怎么说，从刚才听到的话里，户板和新奇的关系好像很差，也有可能是户板单方面讨厌新奇。这时男主把目光转向新奇，想起在书店时的他，感觉比在学校的时候要温和一些。要是时间的齿轮有不一样的地方，说不定两人还会有一起谈论轻小说的未来。如果上一世高中生活发生的事情，这次也发生的话，过段时间新奇就会消失了。到那时候，我不知道自己会抱有怎样的情感。要和某人分别，就得先要相遇。我和新奇应该没有可以道别的熟悉程度。这时男主的手机有信息发来，花剑石让他去老地方见，是关于新奇同学的事情。关于在家庭餐厅聊到新奇同学的事，什么啊？难道你回忆起之前高中生活的记忆了？不是那样的啦，对新奇这个姓氏没什么印象，但是我想起一件比较在意的事。高一的暑假前，听说我们学校有个学生辍学了。高一的那个暑假前，我听说学校有学生不来上学了，而且是2个人，
没记错的话是 A 班的，其中一个不就是新奇同学吗？没错，考虑到新奇同学休学了，我没有关于他的记忆就说得通了。那另一个人呢？是一个叫护板的女生，是新奇的朋友？不是，看样子和新奇同学关系不怎么样，两个人在同一时期休学也说不通啊。我总觉得发生了什么，你不记得契机了吗？想不起来了，那时候我已经是独行侠了，课间休息都在外面，对里面的事情一窍不通，真没用啊！你能想想办法吗？话说回来，这次的高中生活也不一定和上次一样，如果发生什么事的话，七川同学要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凉拌，我只是个独行侠。如果你帮助了新奇同学和板户同学，他们说不定会和你成为朋友哦。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啊？对不起，刚刚那只是个无聊的笑话。虽然我不认识新奇和板户同学，但是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休学，好歹我们也是同班同学，还是留心一下就好了。你就放心的交给我吧，我怎么感觉更加不安了？随后男主回到教室里，新奇那伙人不在吗？现在是午休，看来是去自动贩卖机买饮料了吧？虽然说了包在我身上，但是我除了厚脸皮看轻小说好像也没啥用处了。班级问题的话，要不要告诉班长呢？不过他好像也不在，而且知道了也会很困扰吧？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，没办法，还是继续看轻小说吧。这时候板户把新奇的书包给撞掉了，快看，有什么东西掉出来了？那个是新奇的位置吧？他还没有回来吗？喂，快看这个，这是什么啊？男主回头一看，居然是恋爱轻小说。那家伙明明藏着喜欢轻小说的事好好的，却还要带轻小说来学校，喜欢带着危险品带来的刺激感是吧？这果然是新奇同学的东西吧？他的长相居然看这种书，也太糟糕了吧！这时候新奇跟朋友回到了教室里，那个是我的吧？抱歉啊，新奇同学，不小心绊倒椅子了。话说居然掉出这种东西，新奇同学你竟然是个宅女？那个不是的。哈，这不是新奇的吗？撒谎可是会被揭穿的哦，这样一来不就是宅圈公主了吗？男主看到新奇的朋友也默不作声，心里也想到了什么，毕竟那些朋友也不是深交的。上一世的男主因为睡觉不知道缘由，看到被孤立的新奇也默不作声的走了。难道说现在就是新奇的转折点吗？男主这时候还在纠结要不要帮新奇，但是一想到被吐槽轻小说什么的，感觉自己也受到了伤害，此刻也不再纠结，直接一个战神起跳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那本轻小说其实是我的。男主自曝轻小说是自己偷塞给新奇之后，全班人都傻眼了，目光也都聚集到了我的身上，那就更不能在这里退缩了。其实是因为我之前读轻小说的时候，新奇说我恶心，所以我想这家伙居然不懂轻小说的好，于是就偷偷的把轻小说塞进他书包里，这样他读了那些书之后就能明白轻小说的魅力了。你这家伙是认真的吗？骗你干嘛？书里的内容我都可以倒背如流了。新奇同学，那家伙说的是真的吗？新奇听到之后心里还是矛盾起来，男主眼神暗示他配合一下，其实现在内心也是慌的一批。是啊，那不是我的啊，是这样啊，原来如此，是搞错了吗？此时身后的闺蜜开始发力了，琉璃你没事吧？别管那家伙了，要是他敢靠近琉璃，我们就揍扁他。话说这新奇帮的人怎么都喜欢揍人啊？武斗派的吗？前面新奇也说过要揍飞男主。那个新奇同学，刚才真的是对不起啊，我可能有些得意忘形了，就是说的话有些过分了，对不起。仔细想想，新奇同学怎么可能看这种东西嘛？我好像明白上一世板户同学为什么也休学了。总之新奇和板户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但是我的问题是不是有点爆炸了？现在已经被班里千夫所指了，连曾经的宅友都开始装傻充愣了。这时板户要把书拿给男主，看得出来他一秒都不想跟我这家伙扯上关系，看来得找个机会再还给新奇了。这时候花见时发信息要召开紧急会议，画面转到家庭餐厅里，我今天回家路上听到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听说 A 班有男生把轻小说塞进女生书包里，这样啊，确实有点吓人啊。听说还偷走女生的鞋子，闯进女厕所为所欲为。你确定你听的是传闻不是造谣吗？加害人叫七春，受害人叫新奇，你确定不解释一下吗？我那是有原因的，我也不想这么做。我怀疑你有因爱生恨进行自曝式告白的可能，毕竟爱与恨只有一线之间啊，怎么可能会啊？随后我向花见时讲述了在书店里遇到新奇和教室里的英雄战役。原来如此，话说偷鞋去女厕所这件事不会是真的吧？怎么可能啊？算了，看来你不是带着恶意硬闯进来的啊，你这说法有点，我还以为你在讲低俗笑话，原来是无意的吗？哈，变态，没想到你居然想这些有的没的东西。喂，不是你自己一直在想的吗？明明才开学1个多月，你就突然把高中生活调到混乱模式是几个意思？我没有办法，别管我就是了，我无所谓的，就算你说无所谓，我可不乐意。哈，什么意思？算了，没什么，先上菜吧。七川同学确实救了新奇同学，就像那时救了我一样，我大概是和你。这时服务员走了过来，咦，不会吧？两个人大眼瞪小眼。七川，怎么会？不，那是我要说的话吧。七川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这才是我该说的吧？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这里是我打工的地方哦。啊，你是新奇同学吧？你好像是 F 班的花见石同学，你认识我？花见石同学很可爱也很有名呢，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呢。我是 A 班的新奇，你好。那个
你们两位是在交往吗？怎么可能啊，那是误会。是啊，我怎么可能跟这种宅男交往？我还是头一次被人当面这样子侮辱啊。对了，星期，我之前拿了你的书，那时候真的对不起，都怪我。别在意，那是我自作多情了。但是真的非常感谢。话说，星期小姐，你坚持到几点？今天的班次是到晚上7点，那我们等到你下班吧。在打工的时候聊东聊西也不太好吧？谢谢。你应该没有义务等星期吧？我觉得你们俩聊3-2句就会结束了，那种事情还是应该好好谈清楚。你最好告诉他，我知道他的那些事情，确实我擅自泄露星期的秘密是事实，这点我得好好道歉。对了，我还有件事想问你，今天保护把星期逼得走投无路了吧？那为什么上一次之后保护也不去上学了呢？保护那家伙也不是天生就那么坏的，大概是保护没想到会变成那样吧。没想到星期会辍学，保护辍学大概是因为把星期逼走后产生了罪恶感，或许因为星期辍学后保护也被白眼相待了吧。原来如此，真复杂，确实麻烦。我独行侠最强的理论得到了印证。抱歉，我迟到了。果然啊，星期的气质比以前柔和多了。那七川同学，周一见啊！你要回去了吗？因为我在的话会打扰到你们的吧？这是我的那份钱。随后花剑石就离开了餐厅。刚才真的非常谢谢你，擅作主张罢了，别放在心上。而且上辈子的我也没能帮到星期，即便如此，还是谢谢你。明明是辣妹，却很讲义气啊。话说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对于七川来说应该是个讨厌的家伙吧？因为我不帮你，我就睡不安稳。我可是很重视睡眠的人啊，而且我也觉得保护做得太过分了。对了，还得向星期道歉才行。是关于刚才叫花剑石那家伙。哦，果然是在交往吗？都说不是啦，是关于星期喜欢轻小说的事。因为各种原因，我告诉了花剑石，泄露了秘密，真的很抱歉。如果七川同学相信他的话也没关系，而且花剑石同学一看就是个好人，这个还给你，谢谢你。如果你不想再发生那种事的话，就别带轻小说来学校了。说的也是，我会注意的。之后我们聊了一会儿轻小说，星期对轻小说的兴趣是受他哥哥的影响。说起来，升入高中之后，我还是第一次正经的聊轻小说。喂，加一下微差吧，加我也没关系吗？我也没有能聊轻小说的好友，能偶尔聊聊就很高兴了，不可以吗？你知道这句话对一个大神汉来说伤害有多大吗？我死宅的大脑已经开始颤抖了。加，必须得加。那学校见。学校的话，我好像见不了了吧？要是出什么事，手机扣我，到时候再来这里就好了。知道了，那我就从这里走回去了。那再见。我骑着自行车过了红绿灯，回头发现星期还在看着我，这件事应该也算暂时的解决了吧。从自保后过了几天，我依旧在班上受到冷眼，虽然没有对我贴脸开大，但也偶尔能听到在背后蛐蛐我。春游话题的出现也逐渐改变了风向，校外活动对于独行侠来说就是一种折磨，我甚至连上一次的小组成员都不记得了。画面转来到读书室，还是书的世界比较爽啊。从上次来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这片书库的空间。这时背后传来脚步声，抱歉，是过不去吗？呀吼，你在搞什么啊？这里可是学校啊！我在叫你之前确认过没人咯。这大概就是年轻人越来越不爱读书的现状吧。七村也会读这种书啊？我可不是只读轻小说的，毕竟七村你在写轻小说嘛，得多读各种类型的作品才好。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说，写轻小说的人不能只看轻小说，话是这么说啦。我本来就喜欢书，只是单纯的喜欢轻小说以外的书籍。等一下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七村同学在写轻小说对吧？我好像除了某个人没告诉过谁吧？星期怎么会知道呢？倒不如说是从某个人那里听说的。花剑石那家伙居然随便泄露别人的秘密，那个空降也不是故意的，倒不如说是为了我。在家庭餐厅那次之后，星期主动加了花剑石的联系方式，这才没几周就喊上将了。现充门的拉近速度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当时星期好像以为花剑石也是个御宅族，没和我交往还跟我一起聊天，可能会得出这种结论吧。因为觉得自己大方面知道我的秘密，觉得不公平，然后就用七村的秘密来作为交换，这样花剑石不是毫发无损吗？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让你更自信的事情。如果方便的话，可以写完给我看看，我对七村写的小说很感兴趣，如果能得到读后感，我也有帮助呢。知道了，等我写完现在这部就告诉你。太棒了，谢谢你这么期待，我反而有点害怕了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我要去打工啦。哦呀，这家伙在这里干嘛呢？怎么了，星期？你好啊，七村同学。怎么是你啊，白风？不是星期同学让你失望了？你看到了吗？喂，星期啊，刚才不是说书库里没人吗？我不仅看到了，还听到了。偷听的事，我很抱歉。果然还是忙不过去啊。前几天的保护星期事件我也听说了，据说在星期同学书包里发现的书是你擅自放进去的，但是刚刚星期同学似乎对你没有恶意，我猜测或许是你在故意帮坏人解决问题，你是在保护星期同学对吧？可别因为期中考试考得好就高估我啊！对于独行侠来说负担太重了。我知道你其实是个好人，你那样说我有点不好意思啊。但是目前班上男女生都对你没什么好感，感觉你吃亏的有点太多了。怎么说？作为班长，我可以帮你解开大家的误会，那还是算了。如果你为我着想，刚才星期说的话就别告诉任何人。我本来也没打算说出去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但是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请记住这一点哦。遇到困难希望你能告诉我，我可是班长啊。我明白了，班长。很好，话说回来，你还没进班级群吧？
吧？我根本就不知道这种东西的存在，好吧？好像也是，没办法的嘛。现在把你拉进去，感觉也不太好，不然就加个人联系方式吧。怎么回事？最近连加2个美少女，难道我的联系方式是幸运物品吗？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明天见。哦，好的。时间来到了周末，喂，高月，我要出门了，傍晚的时候你记得收衣服。哎，好麻烦耶，老哥，你这身打扮是怎么回事？你以前有这种东西吗？当然是买的啊，我都高中生了，老哥居然会把钱花在轻小说以外的东西上。作为妹妹，我很欣慰啊。你是父母吗？虽然有点大叔味，但老哥长着一张老成的脸，可能还不错呢。什么这叔那叔的，这叫成熟懂吗？要叫我成熟的面，我可是你的人生前辈。但老哥你连朋友都没有，你给的建议基本上都不可信啊！可恶，因为我上次偷吃你的冰淇淋吗？话说自从上了高中后，我的微差好友增加到了3人。老哥能别说的像什么壮举一样好吗？听得我都要掉眼泪了，好可怜。话说你今天要去哪里啊？图书馆还是便利店？你老哥就不能和谁一起出去玩是吧？我今天可是约了班里的女生去家庭餐厅。老哥，偏偏妹妹可以，别把自己给骗了。我说的是真的 ，Looking my eyes， 老妹，你不会是跟踪到别人打工的地方吧？我是不是要练习一下电视采访的回答呢？别做那种练习啊！哎呀，别生气嘛，哥哥能获得幸福我是很欢迎的哦，所以和我约定一下好吗？什么玩意儿？就是有漂亮的女人向你传教不要信，向你推销昂贵的话马上就跑，不要擅自做担保人什么的。你果然还是把我当傻瓜吧？好啦，只要不被人骗就行了，一路顺风哦。今天我计划是让星期读我的小说，然后你为什么会来这里？你有什么不满的吗？书接上回，男主本来被星期约到家庭餐厅，没想到花见石也一起来了。花见石长得好看，就是穿啥都合适，星期也会穿这种女孩子家的衣服啊，有点出乎意料呢。七村同学居然没戴头巾穿露指手套来呢，那是多老派的秋叶原老宅男啊，都成 cosplay 了好吧？我的衣服不重要，花见石你为什么会来这里？是星期同学叫我来的，他说有好玩的东西，结果来了之后却跟我说读你的小说，这是白跑一趟啊！不知道能不能从七村那里拿到赔偿金呢？为什么我要给这种东西啊？如果从星期同学那里拿的话，他多可怜啊！我的钱不是钱是吧？哎呀，有什么关系嘛？小空你应该也好奇同班同学写的小说吧？有没有感觉很厉害？要说不好奇，那确实是骗人的。花见石为什么会对星期那么好，对我那么刻薄啊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？他们拉近的速度也太快了吧？读了也没什么好的吧，只会让气氛变得尴尬。我觉得应该不会吧？星期同学好像太信任七村同学了，要重新审视一下他哦。虽然看起来像普通高中生，但他是独行侠，不要老是贬低我啊！随后我将打印好的原稿给2人观看，内容是女主角众多的学园恋爱喜剧。虽然最近流行1对1的恋爱喜剧，但是对我来说，女主角多一些才更开心啊！随后2位美少女开始读了起来，我受不了这个气氛，起身去了别的地方。自己的小说被当面读出来，是羞耻死了。不，我要自信啊！读完后，他们一定会对我卓越的文笔和构思能力所折服，然后感动到向我要签名等等。对，一定是这样的。我写小说一定很厉害，干下这杯胜利的肥宅快乐水。读完了，哦，这一刻终于来了吗？七川同学真的想听我们的感想吗？既然都让你们读了，那我还是有义务听取你们的感想。那我就直说了，简单来说，很无聊。什么？读完之后只会感觉，所以呢？如果只是日记那还好，作为小说剧情也太平淡了。校园恋爱喜剧这种类型本身起伏就比较小吧，也不是那种拯救世界的故事。漫画有人物形象的话，或许还能读下去。作为小说，对话和旁白都太无聊了，登场人物也多，名字也难记，甚至有些人物就登场一次，然后人间蒸发了，读不下去了，感觉太无聊了。哎呀，可能是我不太了解这种题材啦。你这是在安慰我吗？这是亚沙西呢，花见石大人。就算我对题材再了解，大概也会觉得无聊吧。我就知道，接下来就轮到新奇同学了。对了，七川，你读了上个月 GA 文库出版的恋爱喜剧了吗？你比花见石还过分了，都岔开话题了。既然你都忍痛读完了，就要好好把不满表达出来哦。要说有没有趣的话，感觉不太有啊。也是，毕竟我就是个烂文制造机嘛。但是作为一个高一学生能写出这么多，我觉得很厉害。高一学生？是啊，毕竟是高一嘛。啊？难道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我现在是2周目，正常来说精神上已经算19岁了。是啊，七川同学，这本小说对于高一同学来说写的相当好了，真是谢谢你啊，新奇。花见石，你给我记住了。时间来到下一周，最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。现在进行远足的分组，男女生2到3人一小组，然后再合并5到6人成一大组。作为一个独行侠，我已经老实待在旁边待命了。新奇看起来也能顺利享受远足的样子。你在这里发什么呆啊？哦，是白风，怎么了？现在是分组的时候，你怎么还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？那你是让我到人群里发癫求人收留我吗？这样的话，你就加入我的小组吧。就这样决定了。之后我就加入了班长的小组，因为几乎没交流过，不小心就做了自我介绍，而且对方好像也没兴趣继续聊，我也不好意思再开口了。真希望下次睁开眼，远足就已经结束了。在远足小组决定后的放学时间，新奇突然约我到教学楼后面。等等，放学被女生叫出去什么的？难道说如果叫我出来的不是新奇，那我肯定当是勒索直接无视了。不过好像也不会有陌
生人叫我出去的可能吧？喂，抱歉，明明是我叫你出来却迟到了，一直脱不开身呢。没关系，欠冲的人际关系我这个独行侠也能理解。七寸同学别老是把独行侠挂嘴边吧，我听说谎话说多了也会变成真的，那就没问题了，反正我已经试了。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可骄傲的事情啊，你找我什么事？之前真是对不起，没能帮上忙。你刚刚说的是分组的事情吧？哎，就这，我可没有觉得不是告白而感到失望啊。对独狼来说很常见的事，别在意，毕竟白凤同学帮我解决了。班长还真是厉害啊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那是白凤同学厉害，你不必感到愧疚。如果不是我那件事，说不定早就顺利决定了。我听说小空他们班也要去文成岛呢，到时候我们能不能和小空会合呢？那家伙可是有机会就贬低我的，要是在远足地点碰见那家伙，看见我被小组排挤了，我能想到他把我骂得狗血淋头。你只管享受远足就行了，毕竟是难得的活动嘛。七村虽然说享受，但是感觉没什么说服力呢。那么再见啦，嘴上是这么说，既然白凤都替我说了情，我也不能偷懒啊。看来你顺利加入小组了啊。总算搞定了，多半是正白帮忙了吧？没错，那家伙就是爱多管闲事。话说你是不是想和新奇同学分到一组啊？为什么会提到他的名字？因为新奇同学很可爱啊，你之前不是还穿新衣服来着？你一眼就看出那是新衣服，因为看着有些不习惯。话说新奇同学看着是个好孩子，还试图委婉的表达对你小说的看法，我还以为能和新奇分到一组你会很开心呢。要是我加入会给新奇添麻烦的，你这家伙难道以为我喜欢新奇吗？不是吗？那是当然啦，我可不会不分青红皂白的喜欢女生啊，长得可爱和实际去告白交往是两码事。所以你并不喜欢新奇同学是吗？而且我也不擅长小组行动，也许中途就自己一个人行动了。哎，这样就行了吗？你们班也是一到岛上就先烧烤吗？然后就是岛内散步的行程对吧？好像确实是这样。那要和我一起逛吗？开什么玩笑，你也有自己的小组吧？那我们都退出不就好了？这不太好吧？怎么了？你不想和我一起逛吗？脱离小组和美少女一起环岛什么的，肯定会兴奋起来的。如果花剑石和我一起行动，那他就必须抛弃小组成员，这样可能会让他和朋友关系破裂。我只是想，希望你也能享受生活。今天的花剑石有些太越界了，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俩的价值观有大偏差。我认为独狼没什么不对，花剑石则认为应该多交朋友。为了不越过彼此那条无形的界限，我们一直很谨慎。这次花剑石为了我而牺牲自己，这完全越界了。抱歉，我不能接受这个提议。我救花剑石，花剑石让我复活，这样一来我们就两不相欠了。不仅如此，我想和你……对不起，说的奇怪的话，在远足的地方会合什么的不太现实吧？我好像有点异想天开了。抱歉，我今天得先走了，这是我的那份钱。我搞不懂花剑石为什么会和我扯上关系，为什么总跟我在一起，为什么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为什么对我这么严厉，对心情那么温柔，为什么在自助饮料吧总是使唤我已经什么都搞不懂了。时间来到远足当天，要是下场雨把一切都搞砸就好了。哥哥，今天真早啊！我们要去的那个岛挺远的，所以集合时间也比较早。不过哥哥还真是勇气可嘉啊！你没有朋友对吧？即使是独自一人也能去远足，别小看你老哥钢铁般的精神了。我还以为你会直接请假呢。偶尔在学校活动中全力以赴，好像也不赖呢。而且我不开心的话，他们也会很困扰。虽然没什么兴趣，但总得试一试。结果还是变成了这样。烧烤时总会有一个专门操刀的大厨，帮别人烤肉的志愿精神真是太棒了。这时男主看向另一个班级活动区域，那边的是 F 班吗？花剑士也在这附近吗？新奇看起来玩得也挺开心的。西川同学你不吃吗？佐川同学烤的，我吃谢谢。他给我留了一份吗？烤的还真好啊，谢了佐川。烧烤玩得开心吗？我看起来很开心吗？你看起来像社畜在长椅上垂头丧气的样子，那可真是相当累的人啊。我还真是小看远足这项活动了，明明上一次高中生活也经历过。第一关就是集合地点，我提前到了指定的提车点，然后在那傻站了20多分钟，这种被排斥的感觉。坐上公交车之后也是，有的在讨论游戏，有的在讨论零食，而我只能装睡。在渡轮上还要再经历一次，直到抵达岛上的烧烤现场，感觉像通宵一样神清气爽。抱歉老妹，我还是做不到啊。在这种阳光下你还能抑郁脸，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才能啊。多谢夸奖，只是拿点吃的东西没人会责怪你，喜欢什么就拿什么吧，就这样。哦，谢谢你。结果我趁着成员不注意撩了食物马上就跑，没干活却只顾吃，罪恶感好重。结果只拿了些烤焦的肉和蔬菜，果然还是去帮忙收拾一下吧。烧烤之后好像还要体验抓章鱼，你们抓章鱼就这么开心吗？章鱼你抓过吗？白风什么时候？他是特意放慢了脚步吗？很遗憾我没抓过章鱼，我有点害怕，因为它黏糊糊的。确实是会黏糊糊的，刚才真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。没关系，我只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罢了。这时小组成员向后看向男主，糟糕，是不是来的有点晚了？抱歉抱歉。没想到触手系竟然这么受欢迎，触手意外的也是一种主流的癖好吗？我们千辛万苦抓到的章鱼被大厨不费吹灰之力就处理了，做成了章鱼小
丸子和刺身美味的享受了，接下来就是去看看纪念品，要给老妹买点什么吗？这时男主看向旁边的班长，还是一副认真的表情呢，真不愧是班长。目前为止，白风总是多次主动跟我搭话，但是也随之而来了一些问题。白风，能占用下你的一点时间吗？白风，可以打扰一下吗？怎么啦？我先离开这里了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哈，你突然在说什么啊？白风之前一直和我说话，帮我大忙了，但是有些人对此不太高兴。当我和白风说话时，同学们都留意这边，大家都不喜欢白风搭理我这个对星期做出跟踪狂行为的问题学生。即使他们没当面说出来，但这种气氛是会传染的。你差不多该收手了吧？确实，你和他们关系还不能说好。白风或许能成为我和他们之间的桥梁，但这过程的不满可能会积累到白风身上。既然这样，白风应该做的就是不管我。但是你不是讨厌这种事吗？是那样，没错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单独行动好了。我习惯一个人打发时间，这或许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了。你擅自脱离队伍，作为班长，我可不能不管啊。集合时间前我会回来的，别担心。今天班级能走到这一步，都是白风的功劳。烤肉也吃了，章鱼也抓了，我可不能毁了白风的郊游啊。跟大家说一下就行了，毕竟又不是失踪。你还真是个任性的人呐。我就是那么自我中心，别管我。这时白风拉住男主的衣角，你不明白吗？对我来说，远足成功就是你也能一起开心。白风能这样说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你那种牺牲自己来让事情解决的想法，我不敢苟同。实际上事情确实解决了，不是吗？那你自己怎么办？我才不要这样。为什么他们对我都这么执着呢？本来我们的价值观就不同，其他解决办法我也是想过，但最终还是选择我最习惯的做法，剩下的就拜托你了。你真是个傻瓜。或许我天生就不适合与人交往吧，还是到镇上去看看吧，隐约能看到一些高中生呢。哦，是零食店吗？好久没吃零食了，要不来点？忽然感觉背后有股视线，甚至在慢慢靠近我。要是老师的话，该怎么解释呢？这时男主被大力金刚腿踢了一脚，不是老师，而是不良少年吗？呈现在眼前的是美少女花剑士。你这家伙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这应该是我要说的吧？真白他们怎么样了？好像没看到他的同班同学啊。那这家伙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果然来人多的地方是不是个错误啊？花剑士，你喜欢喝可乐啊？我不是特别喜欢喝，怎么看都是生气了吧？花剑士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因为看到你一个人在发呆，然后跟他们说一声后就溜过来了。这本应该是让人高兴的话，但看到花剑士心情不好，完全高兴不起来。都怪我把花剑士的计划给搞砸了。为什么不和正白他们待在一起？我一在班里他就总照顾我，虽然很感谢，但是会给他添麻烦。原来如此，白风也是那种吃亏的性格啊。七川同学也是吧？也不全是吃亏，像我这样的比较适合单独行动。而且白风能享受这次远足的话，那无所谓了。我可是个博爱主义者呢。什么博爱主义者啊？你根本不考虑周围人的感受，根本什么都没想，不是吗？我此刻的心情什么的，确实我不常思考周围人的感受，这些过度解读，想的太多，产生误解，然后盲目期待，最后失望的还是自己。不如一开始就别去想这些麻烦事，与其刻意去进行泛泛之交，不如一开始谁都不认识，反而更轻松。总之我对此很满意，花剑时没必要指手画脚。你真的满足于此吗？没有朋友，在班级也没立足之地，你真觉得高中生活这样就足够了吗？我可不想像花剑时那样一边烧烤一边唱歌跳舞的欲望，我可没有那种奇怪的欲望啊。总之我才不会听你指手画脚的。话说你干嘛老是管我？刹那间花剑时直接发动进攻，我是在这个世界想要与你产生关联，是你把我拉进了这个世界，我有责任与你有所关联。你总说责任什么的，我的人生只有自己才能负责吧。今天就先回小组去吧，大家都在担心你，我这边一个人好不容易才应付过来，你来妨碍我，我很困扰啊。花剑时你也察觉到了吧，我们价值观根本不一样啊，反正迟早会再次争吵，所以还是别随便插手为好，对吧？这就是我得出的答案。虽然放学后在家庭餐厅度过的那段时光令人舒适，但我必须要解放花剑时，真希望没有回到3年前，是我擅自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期望强加给你了呢，然后又擅自感到失望，我真是太傻了，我再也不会介入你的事了，对不起，再见了。心情真舒畅，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根本不适合处理人际关系，这样一来我们就互不相扰了。但这种奇怪的感觉到底是什么？我和花剑时因为价值观不同产生冲突，就算在一起也无济于事，所以我才想保持距离。在我看来这是个完美的答案，但是我又错了，明明在我看来是正确的，一旦有人介入就变得错误了。此时男主脑海里回忆起各种花剑时相关的记忆，在星期事件之后他似乎想说什么，他到底想说什么呢？笨蛋吗？我与花剑时早已相遇，是那种会让人不舍告别的命中注定的相遇。我曾以为价值观不合，那干脆绝交，这样双方都不受伤害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我与花剑时的关系早已变成那种离别会痛楚的关系，随便打上完结标签的只有投稿网上的小说。人际关系可不是这样，不能就这样结束了，对吧？我可不能就这样下去啊。书接上回，我把花剑时气走后，就循着他身影来到小镇里，本以为沿着路走就会找到，但是建筑物太密集，视野也不好，该怎么办呢？对了，新奇，我应该去问问他的，而不是自己盲目寻找。抱歉了，你有看到花剑石吗？怎么了？你们班应该在渔港后面吧？花剑石往你们那边去了。我刚才好像看到一个跟他很像的人，不过离
离得远，而且他没穿校服，所以不确定。在附近哪里看到的？好像是一家干货店那边的一条路。原来是那里啊！男主一路找到了一个小巷子里，没想到看到小混混在欺负女孩子，而且女生还偏偏是花剑士。该死，我真想逃跑啊！如果逃跑的话就太怂了。但是我知道在这里选择逃跑是错误的。喂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关你什么事？吵死了！我对你们这些不良少年才没兴趣呢。喂，臭小鬼，别太嚣张了！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你们 TM 的知道在跟谁在说话吗？你 TM 别开玩笑了。这时男主直接36计6为上策。喂，你别 TM 跑啊，小鬼！你说不跑就不跑啊！此时男主跑到一个人群宽阔的地方，有没有人救救我啊？要被侵犯了呀！这混蛋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不要啊！我才不会那样做啊，白痴！这人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这时的两人面面相觑，男主向前拉起花剑时的手，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这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好痛啊，手腕！抱歉，一不小心就糟了，手心全是汗，是不是超恶心啊？我口渴了，要不要喝点果汁什么的？花剑师的份我也请客吧。哎，真奇怪，这一闭口是不是太小了？手抖得太厉害了，让我来吧。可乐可以吗？拜托了，花剑师也可以买你喜欢的哦。谢谢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拿完饮料的两人一起坐在椅子上。啊，好可怕！早知道就准备好辞世之句了。你的手抖得很厉害呢，比我爷爷抖得还要厉害多了。话说，你刚才在喊什么？虽然我很羞耻，但是你不会觉得我能打赢吧？摆出战斗姿势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你有格斗经验呢。说来惭愧，我连妹妹都打不赢，就算是4年级的孩子，也只能算险胜吧。这没什么可骄傲的吧？不过刚才真的谢谢你。嗨，那也算顺势而为吧。是我没及时逃走，花剑石同学你太走运了。七川同学你就不能坦率的接受感谢吗？这也没办法，我以这种性格活了18年以上了，现在也改不了了。尽管如此，你还是来帮了我。说起来，七川同学为什么会在那里？你是在找我吗？我有些话想对你说。我又重新思考了刚才说的话，因为价值观不应该和花剑石在一起，今后也许还会发生冲突和争吵，但是我已经和花剑石相遇了，相识了，相处了。我刚才第一次知道和人分别会心痛，好不容易建立的关系，仅仅因为价值观不同就解除，一定是错的。虽然我有点犹豫不决，但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正确的。现在的我如果一直和花剑石决裂，那我一定会后悔。我这才明白自己与花剑石竟然有这么深的羁绊。刚才对不起，我当时不够冷静，那时我以为和花剑石分开才是正确的，现在我不这么觉得了。如果花剑石愿意的话，再一起去家庭餐厅吧，能和我随便聊聊吗？这就是我的心意，我目前最接近正确答案的心情。那没办法了，因为我这边也考虑过类似的事情。七川同学对我来说果然是个特别的人，以后也请多多指教。话说你还真说了不少让人脸红的话呢，吵死了。话说回来，你为什么会被不良少年缠上啊？那个是跟你分开后被想事情一边走路撞到人了，虽然我当时道歉了，但被骂声音太小之类的，然后就被带到那种地方去了。你当时应该跟我一样大声喊叫的，因为太害怕了，我根本发不出声音。看来花剑石也有害怕的时候啊。你是在小看我吧？我没你想的那么害怕，你真是太没情趣了。顺便问一下，那是在想什么呢？这是什么不同寻常的反应啊？那个是关于七村同学的事情，你之前不是问过为什么不回到事故前一天，而是3年前吗？回到3年前并非偶然，是我主动要求的。我请求让我和七村同学一起从头开始高中生活，有必要和我一起重过高中生活？事故发生之后，我非常后悔，那是不顾自身安危来救我的人，甚至没发现他曾和我同校3年。那些自卑的地方，上一世的我一无所知。我想重过高中生活，了解你的一切。你不是也帮助了新奇同学吗？七川同学也很谦虚，毕竟那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事。那时候就在想，今后继续和七川同学保持联系，我的高中生活也许会变得更精彩。如果能和你重新开始的话，跟我重新开始高中生活就能变得精彩吗？真是的，这也太沉重了吧，我才不想听啊，所以我才忍着没说啊。话说回来，七川同学太别扭了，你一知道我害你回到3年前，就想马上回到3年后，明明回到了3年前，结果又成了孤身一人，那是我的自由，你别管。那我就直说了，无论是回到3年前，还是和你扯上关系，都是为了我自己，你别搞错了，我可不是出于罪恶感才这样的。时间跳跃前的花剑石大概是无法接受和我告别吧，那天我深深介入了花剑石的人生，甚至没好好说上一句话就消失了，所以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大概是想重新来过吧，毕竟我不想就这样下去。现在的我好像明白了，算了，我可没奢望摆脱孤独，果然我们的价值观不合呢，这道鸿沟没那么容易填平。我说句话你别觉得奇怪好吗？就是你救我的时候真的很帅气呢。冷静，别冲动，别误会了，现在和花剑石对上眼神的话，感觉会无法保持冷静了啊！竟然有大头铁妻呢，我们一起去拍一张怎么样？为什么是我？我可没打算考摩托车驾照，又不是证件照。来这边一点，要开始拍咯。当快门按下去的那个瞬间，照片里的男主恍惚间浮现出了那个男人的影子。七村同学，照片已经发到你手机了，手机里留着我的照片，好不舒服，真想立刻删掉。不，花剑石同学也在里面，所以我不删。好美啊！我和你价值观不同这件事，上次我没明白呢，发生这次碰撞后，我才第一次明白，也觉得那样
样挺好的，就算有冲突，我们还有3年时间可以重来。他这口气简直就像接下来3年要一直在一起一样。我想比起看到了什么，更重要的是在怎样的情境下看到的，和谁一起看，能够看到这番景象，身边有个人陪着，和他争吵过，以及感觉自己多少明白了点什么。今天发生的所有事，3年后毕业时我一定会记得。创造这样的回忆好像也没有那么糟糕。时间来到第2天，我们来开个反省会吧。那个，难道我也要反省吗？归根结底还不是你的错。我察觉到异样的时候是在今天早上，我像往常一样踩着铃声踏入校园，来到班里，大家好像异常的开始关注我，班长也突然来找我谈话。看来你昨天玩得很开心啊，我为了让你融入班级费尽心思，结果搞得我像个小丑一样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我好像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，问问你的良心吧，你离开我们小组后跟谁在一起了呢？难道说 F 组的同学看到你了？准确来说是你和可爱女孩子的身影，郊游的时候情侣偷偷溜走也不奇怪了，但没想到你竟然会是其中一员，真让人惊讶。祝你和 F 班的花剑士同学幸福快乐。不，那件事有很多原因的。我不听，王八念经，真是的，把我的关系还给我啊！这是一点都不想听我解释啊。在那之后我又被新奇约谈，七川同学竟然和小空在交往。不是，这是误会。可是我听说七川和小空牵手了，要是没交往会做那种事吗？我百口莫辩，只能跟新奇解释起第2次英雄战役。你那不相信的眼神是什么意思？不，我相信就是了。七村就是七村呐，只要是女生都会帮忙的人呐。祝你俩永远幸福。就是这么回事。我和花剑石2人在一起的事好像被传开了，头疼的是我啊！为什么七村同学偏偏只被问这个？如果你是个正常人，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了。我姑且也是个正常人吧？你被当成跟踪新奇同学的跟踪狂，本身就不是正常人吧？别废话了，你赶紧负责啊！你这说法有点奇怪吧？那个，请在店里保持安静。那个，不好意思。话说，你该不会还在写小说吧？是不是因为我给你看的小说太烂，你把它从记忆中抹除掉了？开玩笑的啦，有多烂我还是记得的，那地方倒是可以忘掉。但是你肯告诉我，我很高兴。看着花剑石这张美少女的脸，这招也太犯规了吧？我们总是在这里见面吧，而且总是在放学后，毕竟总不能在学校见面吧？那你的意思是周末也可以吗？哈，老来家庭餐厅也没什么意思。那个明天周6的话，要不要去哪里？这时男主的手机来的消息，是新奇邀请男主到他家去玩。哈，对不起，我看到了。难道在我不知道的时候，你们已经发展成那种关系了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新奇同学？书接上回，跟花剑石的约会被新奇一条消息给打断了。被女生邀请到家里肯定会很兴奋，但以我高中3年培养的社恐式思维，这背后必有隐情。我和新奇也只是有相同兴趣的朋友罢了，根本没有发生恋爱事件的预兆。要拒绝吗？既然难得被他邀请，拒绝好像不太好吧？这不就是我在恋爱喜剧里看过的桥段吗？去，必须得去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时间来到周末，花剑石不放心男主一个人也跟过来了，然而男主还在犹豫要不要按门铃，害怕自己被楼下保安直接逮捕。花剑石才不管你这那的，直接按下去。打扰了，请进请进，今天不好意思了，都是哥哥要求我这么说的，所以我今天被叫到新奇家，是因为他老哥想读我写的小说，然后花剑石说也想去，新奇也同意了，于是就2个人一起来。我本来是不想来的，但是他说我不来的话，他哥就在校门口堵我，让我放学别走。这里就是哥哥的房间了。喂，七川，你脸色很僵硬啊，和不说话的人说话很紧张啊。没事的，因为哥哥也是个御宅族，我小时候性格很内向，放学后经常和哥哥待在家里，所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呢。如果哥哥也是个御宅族的话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哥哥，我开门咯，请进吧。迎面而来的是各种2次元海报和手办，还有一位帅哥。哟，这都是传闻中的七村同学啊。男主啪的一下直接关上了门。咦，七村，你为什么关门？新奇，你走错房间了，这里是我家，因为里面有个像你男朋友一样的轻浮男啊。才不是呢，而且我根本没有那种男朋友啦。但那种阳光现充的气场明显不是宅男吧？七村对宅男是不是偏见太深了点？哥哥确实有点轻浮，但他轻小说比我读的还多呢，而且我也不像那种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宅女吧。既然都到这里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你刚才怎么了？总之我是琉璃的哥哥红野，不行，还是接受不了。这时哥哥直接打开门。哦，原来不止七村同学啊，2位初次见面，我是琉璃的哥哥红野，请多关照。我是七村，今天突然叫你来，真不好意思，不用那么紧张的。那边那个孩子是七村同学的女朋友？不是，我是琉璃的朋友，我叫花剑石。我听琉璃提起过你，欢迎欢迎。话说哥哥，现在重要的是七村的事吧？我本来想在我房间里聊的，但让女生进来不太好吧？那我和小空去我的房间，哥哥就和七村同学随意吧。七村君，我一直想和你单独聊聊呢，这个奇怪的氛围是怎么回事？好啦，七村君，我们去我的房间吧。那么花剑石小姐，请您随意。怎么会这样？花剑石救我！虽然看起来是个花花公子，但能顾及到我们这些比他小的人，应该不是坏人吧？新奇先生，你说的是谁啊？现在这个家里可是有2个新奇哦，在我眼前的只有一个新奇啊。喂，琉璃，七川同学在叫你。等等，别搞我啊！冰箱里的这是七川来了才能喝的吧？对了，谢啦，这是七川同学的份，谢谢。所以呢，叫我红野先生或者红野都可以。那你刚才闹的是哪出啊？总之叫我红野就行了，不然的话会
和琉璃搞混的。红叶先生，那我叫七寸君睡高好了。我也很喜欢看轻小说、动漫之类的，所以你不用那么拘谨。但是这人一看起来就像会在网球社后轻一步搞出点感情纠纷了。好的，他肯定在轻一步对学妹下黑手了。在右喵喵，好的，他居然想用那大手去吞噬网球社的学妹们。你是不是在想什么特别失礼的事情？你想多了。那么进入正题吧，睡高你在写小说吧？算是吧，我一直想读读看认识人写的新小说，梦想着大言不惭的给出建议呢。这是个恶劣的梦想啊，那就拜托了，交给我吧。然后星期哥就开始读了起来。读完了，这样啊，顺便问一下有什么感想？那个怎么说呢？话说睡高，你看了 GA 文库上个月出的那部新小说了吗？怎么跟你妹一模一样啊？不好意思，有些作品真的很难评价啊。不过高一就能写出这么多文章，很厉害啊。这是你们两兄妹特有的一念合一吗？另外有件事我还是想说一下，谢谢你，我已经听琉璃说了，是你在教室里帮助了琉璃对吧？真的谢谢你。作为哥哥，我很关心琉璃，但学校的事我也无能为力。幸好有睡高在，红野先生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妹控呢。当哥哥的或多或少都有些妹控吧。对了，来交换一下微差吧。为什么啊？如果琉璃有男朋友了，就告诉我一声，我要确认一下对方是否配得上琉璃。真是个妹控啊。那么下一次再一起聊新小说吧。说完，男主一行人就离开新奇家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了，还是得想办法解决和七寸同学的谣言。七寸同学一副事不关己的脸，真让人恼火啊。你们两个明天有空吗？我打工到1点之后就有空了。我有个稍微想沟通的人，1点半在常去的嘉宁餐厅集合可以吗？此时两位美少女都发出了大大的疑问。现在和花剑石是彻底相遇了，和新奇也是，即使那相遇是被我罪恶感束缚的扭曲之物。时间来到周日，用高玉的话来说，这可是历史性的壮举。真没想到七寸同学竟然会在休息日约我出来呢。抱歉，突然把你叫出来。那么这位是 F 班的花剑石同学，请多关照。哦，这就是传闻中的人物啊，请多关照。新奇同学也是呢，还是在休息日头一回见面呢。昨天我已经告诉新奇，班长知道我和新奇真实关系这件事了。我是在图书馆偶然听到你们谈话的，不过我的嘴很严，请放心。话说回来，我能问你一件事吗？你上高中是为了勾搭女生吗？别说这种让人不爽的话，毕竟你看上去跟花剑石不是初次见面了吧？高中可不是你的狩猎场哦。公平的来说，算上白风，我就认识3个女生了，这不就是名副其实的现充了吗？感觉被真正的底边拿石头砸，我都只能认栽了。我怎么可能会被七川同学这种边缘人迷惑呢？话是没错，但是贴脸开大的人很恼我啊。瞧，你俩还真默契啊！我这是在看相声表演吗？才不是呢，真白你别误会。咦，你刚才是叫了我名字吗？看来上一次他跟白风是朋友，所以无意识的叫出了名字吧。那么先说一下关于你远足的事情吧。我想白风做了跟新奇当时相同的说明，虽有省流，但大体属实。远足时我确实和花剑石一起行动了，但说我们在交往纯属子虚乌有。但光靠我和花剑石想消除谣言有点难，所以我就想拜托2位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帮忙。我能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吗？这有解决的必要吗？哈，直接认命交往不就好了？那样的话就不用澄清那些传闻了吧？白凤同学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感觉你省略的地方有点多啊。既然是能共享秘密的关系，那干脆交往不就好了？反正又不是我负责。这家伙该不会是……白凤这是气得不行了？那当然了，我费尽心思让你融入班级，结果你给我偷偷跑去约会，我就差2巴掌印你脸上了。那件事真的万分抱歉，确实是我辜负了他的好意，我真的无从辩解啊。再说你和可爱女生相处得很愉快，稍微接受点流言蜚语也没什么不好的吧？你根本不知道那之后我心里什么滋味吧？我一直在想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，当时实在是没什么心情享受远足，一直在想自己做错了什么。我那天只顾想事情，伤害了白凤，所以白凤什么感受根本没想过，真的非常抱歉。该说的也都说了，这样就扯平了。既然3个人来拜托我，总不能拒绝吧？不过你最大的问题是，你总是在问女孩子吧？我才没有啊！看来白凤还是那种挺记仇的类型啊。在上一次家庭餐厅开完会后，一切都跟往常一样，在教室里依然还是会引人注目啊。也就这样吧。这时班里的阳光男孩来跟男主搭话，是棒球部的九野，就是那个入学典礼踩到狗屎的家伙。听说七村在远足的时候遇到了 F 班的花剑石同学，是啥情况？没想到居然会有人直接来问我。不过这也是澄清传闻的绝佳机会。哎呀，花剑石同学人气很高，所以成热门话题了呢，甚至还有传闻说你们在交往呢。不过好像是昨晚的事吧。微差上是七村和花剑石碰巧遇到的说法呢。好吧，我最好还是什么都别说比较好。看来那2位已经开始发力了，连七村救了不良少年纠缠的花剑石这种事都传出来了。我们就想问七村是不是真的，然后我石头剪刀布输了就过来问了，这不就是惩罚游戏吗？七村你真的救了花剑石同学吗？只是碰巧罢了，原来是真
真的啊？太厉害了吧！不好意思问了奇怪的问题，就这样吧。刚才那是什么？男生间的亲密举动？我差点有了我们是朋友一样的错觉。星期，看来向我确认应该是星期出的主意吧。旁边这位的话，我记得是钟，有着不输星期的端正容貌，冰冷的眼神和慵懒的神情都散发着难以靠近的气场。我对他的印象之所以冷淡，或许是因为他在星期事件时袖手旁观的记忆。自那次以后，他对我充满了警惕。还是先去图书馆吧。喂，你干嘛？有点事想跟你说。找我什么事？你是来揍我的吗？别说那些莫名其妙的话好吗？你以前说过吧，我如果靠近星期就揍我。你是不是招惹琉璃了？我最近可什么都没干啊。这样啊，那倒还好。看他的情况，星期似乎在小组里做的挺好啊。反正你8成又在想那些龌龊的事吧？你是不是对男生偏见太深了？不是，我只是对你特别了。所以呢，到底有什么事？你不是来夸我的吧？你或许有可取之处，不过你也别因为这次的事情得意忘形。说白了，你还是让我别靠近星期，对吗？虽然我承认你帮助了花剑石，但那不是能成为你接近星期的免罪符。放心吧，我可没这种想法。今后不准你靠近琉璃半径100米以内哦。那我根本进不去教室啊。好了，该说的我都说完了。唉，这一天天真倒霉。在那之后，大概过了1周，谣言也彻底平息了。老师讲课太催眠，男主直接昏倒过去了。下一节课要换教室，男主虽然醒了，但还是打算装睡。这时星期过来叫醒男主，这里可是教室啊，被人看到的话不太好吧？因为下一节课是移动教室。那我先走了。哦，星期同学竟然会在教室里和你说话，这可真是稀奇啊！别人把心思花在人际关系上，我就把心思花在如何独处上。我才不管你呢！刚才他的态度明显很冷淡，但是为什么他突然在教室里跟我搭话？即使他有时候会有些大意，明明应该很在意别人的眼光才对。就在这时，我当初觉得星期有点不对劲，看来是没错的。那天感觉星期不对劲，果然没错。星期跟我打招呼，直接无视掉，他肯定是在跟身后的朋友打招呼吧。随后星期发消息说我为什么无视他，然后他又跟我打了一次招呼，我只能认命了，但愿没人看到吧。时间来到另一天，星期在我面前故意丢下橡皮擦，我捡到块橡皮，是七村的吗？不是我的啊，原来是我的，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误会吧。此时远处传来一股冰冷的视线，明明是我被单方面搭话而已，为什么要这样盯着我啊？之后星期又一次想去找男主，但是被闺蜜叫住了。关于下节课讲义的事，幽离爱怎么了？从之前我就一直有件很在意的事，琉璃和七村是不是有什么？哎，七村是谁啊？喂，星期，你这也太牵强了吧，好像意外的还挺管用啊。算了，无所谓啦。话说我凭什么要受这种打击啊？在不清楚对方目的下被搭话真让人不爽，就连星期在教室里跟我搭话也没什么好处才对，难道是被谁威胁了吗？画面转来到图书室里，在看什么呢？星期，你最近有点奇怪啊，什么意思？在教室里跟我搭话还对我挥手了对吧？你那时候就像个社交障碍人士，硬要交朋友，别扭得很啊，太过分了吧？我确实是有点紧张啦，从你的举动来看，大概你本来就很内向吧，要是紧张的话就别来搭话了。但是七村被孤立都是因为我，这不是你的错，在那之前我就已经是独行侠了。再说我不是还有班长兼负责人的白风吗？刚才钟不是也起了疑心吗？想聊天的话用微差也没问题吧，没必要去冒那种风险。七村同学要是被搭话了会困扰吗？倒也不是困扰，只是觉得对你来说不太好而已。要是我不介意的话，是不是就可以找你说话了？嘛，确实也可以吧。那么再见了。看着星期开心离开的背影，就这样来到6月下旬的一个午休，班长过来说要给我一个惊喜，让我好好期待一下。那么今天要选出文化季执行委员，说起来已经到这个时期了吗？东谷高中的文化季虽然在10月，但学生会和文化部会从暑假就开始筹备了，执行委员也会在学期结束进行招募，谁都不想把宝贵的暑假浪费在麻烦的事上。执行委员是支撑文化季的重要职务，让我们一起把文化季办得更热闹些吧。欢迎各位初学者加入这个温馨的大家庭，到头来不就是黑心企业的代名词吗？大家都了解执行委员的工作内容了吗？那我接下来就要开始野芒点卯了，大家都把头给低好哦。开玩笑的，既然没人自愿报名，那就用排除法吧。班长，我夏天就要组新队伍了，暑假期间肯定没有时间的。我已经开始打工了，所以很困难。我奶奶叫我绝不能做执行委员，我小时候对执行委员就过敏。好，我来记，你们慢慢说。这样一来总算能大致筛选出来了，虽然有点过意不去，那就由我来指明吧。喂，难道说七村同学能拜托你吗？你他喵的！那么七村同学可以拜托你吗？哎，气氛肯定会变成这样的吧？这次我可没做错什么吧？这气氛白风要负全责，这只是我的脑内风暴，结果没有勇气说出口。花剑石事件可能产生了一些好感，但是星期事件可没有被遗忘啊，是七村啊。班长，你认真的吗？别看七村同学这样，他其实意外的认真啊，期中考试也是第1名哦。真的假的？七村吗？好像七村也行啊。那个我也有自己的安排啊。七村同学不是归宅部，也没去补习班，你有什么安排呢？要是说跟朋友出去玩的计划，肯定会被嘲笑独行侠还装模作样的吧。书店和图书馆根本算不上暑假计划，虽然那样就很难参加班级活动了，但你那边只要当天努力就行了。反正参加班级准备工作也很尴尬，还不如去当执行委员呢。原来
来是这个意思啊，虽然还是不太愿意承认，但我只能沉默表示认命了，完全被他哄成胎盘了呀。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我当了委员，女生那边就没有女生参选吗？果然，他总是想自己承担责任。这时信奇突然站了起来，我要参选，可以吗？哎，你看，又要当班长，又要当文化季委员，这样也太辛苦了吧？我是归宅部的，打工时间也比较自由，如果你愿意参选的话，我们非常欢迎。太好了，七村同学你也没问题吧？我哪里有拒绝的权利啊？新奇，我和你可还一直被全班同学误解着呢。琉璃，你怎么了？闺蜜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。没什么特别的啦，只是我自己想做才做的。那女生候选人是新奇同学，七村同学请多关照。画面来到放学时间，此时男主被新奇闺蜜给叫住了。干嘛？关于刚才的事，我有话想跟你说，但我没什么事啊，你跟我来就是了。男主直接被约到体育馆后面，我是不是留下类似遗言的东西比较好？喂，你为什么没进班级群？联系起来麻烦的要死，单纯就是没被邀请而已，又不是我的错。总之，我想问你的是关于琉璃的事，你明明做了那么恶心的事，你和他一起当委员到底有什么企图？你问我也没用啊，那是他自己报名参选的吧？你是抓住了琉璃什么把柄吗？毕竟被那样对待过的话，正常人都会拼命躲着你吧。然而他却主动提出一起做文化季委员，这肯定是不对劲的吧？钟说的对，连我都觉得奇怪。也不止这次了，琉璃最近老是找你搭话，大家都认为琉璃和七村正在尝试和解，那不就是那样吗？你觉得我会去理一个曾经对我做过讨厌事的人吗？看来钟没有那么容易敷衍过去啊，大概就是现充一时兴起吧，把我们这种鹰角当玩具一样，看看我们的反应。琉璃才没那么坏心眼，别乱说。我当然知道新奇不是那种人啊，为什么我要处理这种麻烦事啊？话说回来，新奇到底说了什么？他说只是因为看起来很有趣才这么做的，那应该就是那样吧。新奇大概把那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总之七村要是敢对琉璃乱来，我可饶不了你。才不会呢，要是真发生什么尽管揍就是了。我真的是搞不懂啊，我也搞不懂新奇啊，为什么要跟我搭话？为什么要参加委员？他到底想要做什么？话说回来，今天是家庭餐厅的日子啊，顺便咨询一下关于新奇的事吧。所以说我被强行安排了文化季委员的工作。你可真是深得真白的喜欢呢。话说回来，女生那边是谁负责啊？果然是真白吗？刚开始是这么打算的，但是后来新奇参选了啊？为什么新奇会参选呢？不知道，我被硬推之后，新奇就参选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你觉得那是什么意思？你有没有问过新奇本人呢？我问过一次，他老是说我被孤立是因为他之类的。那倒也没错了。果然七村同学和新奇同学啊。老妹，跟你说件事，我成文化季执行委员了，所以暑假可能偶尔不在家，到时候午饭啥的你自己随便吃吃吧。啥？哥哥竟然是文化季执行委员，这是刮的什么风啊？不是我自愿的，是被硬塞的。这是被欺负了吗？才不是啊！别摆出这副悲伤的表情啊！哥哥的烦恼就是妹妹的烦恼嘛。你能替我着想，我很开心。好像有个专门听学生烦恼的咨询热线哦。你还我感动啊，老妹。看来确实不是霸凌啊，要说的话就是被多管闲事了。原来是那种类型啊。哥哥的交友圈似乎越来越广了。作为妹妹有点开心又心酸。心酸？当初那么小的哥哥啊，让人感慨万千。我小时候你不是比我更小吗？真是的，这家伙也挺凶控的。时间来到某个周三的放学后，执行委员的初次会议要召开了。男主突然被身后的大手拍了一巴掌。谁呀？突然干什么啊？难道是想霸凌吗？才不是呢！什么思路啊？七川你怎么先走了？我也是执行委员啊。我知道，但是既然目的地一样，就应该一起走吧。跟新奇走到一起可真显眼了。该找点什么话题吗？沉默并肩走都开始感到不自在了。看来我和新奇已经变得亲近了。说起来，优离爱没和你说什么吗？优离爱是谁？钟优离爱，名字好歹记住啊。哦，是钟啊。你和优离爱发生什么事了吧？就一点点。这样啊，抱歉。为什么道歉？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？那孩子看着那样，其实很重情义呢，是在担心我吧？话说回来，你俩关系真好啊。竞选委员这样真的好吗？我只是觉得和七川一起做委员也挺好的嘛。碰头的地方就是这里咯，进去吧。哎呀，是新奇同学和七川同学真巧啊。小空当了文化季委员怎么不告诉我啊？就是啊，对不起啊，新奇同学，你在微差上说你当上了文化季委员，所以我想瞒着，然后今天给你个惊喜呢。真是的，可把我吓了一跳呢。没想到那个男生是七川同学啊。不是吧，我上次不是在家庭餐厅说过了吗？既然大家都到齐了，就开始吧，请各位入座。接下来请以2个班级为一组，建立小组。花见时毫不犹豫的直接搬过来。你干嘛黏着我啊？有什么关系吗？反正我们都认识，有小空在感觉很可靠啊。我也很高兴有新奇同学在呢。说起来，小空你是自愿参选的吗？最初不是他来着，但是那个人像是被半强迫的。他当时要上补习班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然后花见时同学就说要代替他。哇，人真好啊。喂，明明就是在家庭餐厅听了我说的话吧。花见时这家伙又用文化季委员提升自己的声望，这是个处事圆滑的家伙啊。这时花见时看着手机皱起眉头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有个朋友发微差消息，那条消息会是什么麻烦事呢？算了，反正花见时的人际关系与我无关吧。不好意思打扰一下。你是七川最高同学对吧？不是，
哎，不是吗？怎么可能？我认错了吗？不好意思，请问 A 班的七寸同学在哪？那位就是啊。喂，你果然是七寸同学啊！我是 F 班的脚骨日向，我是小空的朋友啊。花见时空，你应该认识他吧？有点事想和七寸同学谈谈，我们去个安静点的地方吧。又是经典的学校建筑物后面，总觉得最近老是被女生带着走啊。关于那个传闻，我想问一下，远足那天你和空在一起是真的吗？对，是真的。我问了空，他说是七寸同学救了他，不过因为流传奇怪的传闻，空说很抱歉给大家添麻烦了，请允许我先向您道谢，谢谢你救了空，非常感谢。当时空说要退出小组时，我没有好好阻止，如果留住他了，我想应该就没有后面的麻烦事了。我只是碰巧帮了忙而已，被直接感谢还真是让人有点难为情啊。还有一件郑重的事想拜托你，拜托我？难道说是告白吗？请你和空分手吧。什么鬼啊？那个脚骨同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对不起，日向给你添麻烦了呢。在几个小时之前，请你和空分手好吗？你和小空的聊天记录我都看到了，我只是因为在意传闻才联系他的，我们不是在交往，这是个误会，是吗？误会？难道说跟信息同学发生那件事也是误会吗？那个确实是误会，但是也不能说出真相，这是女生的公敌，警告你尽量别靠近小空，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吧。真抱歉给七寸同学添麻烦了。其实脚骨在上一世跟花见时也是要好的朋友，关于脚骨的性格和喜好，花见时知道许多，但是他算错了一点，那就是脚骨对花见时太过亲近了。那孩子简直超喜欢我呢！你这话说出来，喜欢百合的宅男怕是要狂喜啊！我也只是把他当朋友喜欢而已啦。但是他微差消息发的太频繁了，有时候还想打视频电话什么的。上学时在玄关口碰到的概率也太高了，周末2天都想一起玩什么的。OK， 我明白了，相当吓人啊！花见时看起来确实有点害怕了呢，是我早就跑路了。最近花见时总是表情微妙的看着手机，可能是遭到脚骨的信息轰炸吧。这一次刚进入高中，在不熟悉的环境里，突然出现一位主动漂亮的女生，既了解我的喜好和兴趣，也能理解我的性格，会让人亲近也是情理之中的吧。真是想了些相当麻烦的事情。你就不能体谅一下我吗？那个老是吵着要我交朋友的花见时，自己居然在朋友关系上栽了跟头，这是有点意思啊！你这人真恶劣啊！当我发现花见时也会犯错时，心情确实轻松了不少呢。如果连花见时那种高规格的人再重来高中生活也会失败，那我会失败一点也不奇怪了。花见时会失败，星期也会暴露宅女身份，我依旧是孤身一人，反复经历失败，或许才是高中生活的一环啊。时间来到考试周，从今天开始是考试周，社团活动暂停，大家回去好好学习。太好啦！社团活动暂停还那么开心，那当初还加入干嘛？这时花见时发来消息，今天能来家庭餐厅吗？我们要办学习会哦。花见时同学有思考过学习会的好处吗？你就来嘛，很好玩的哦。他说好玩，目的根本就不是学习吧？真是的，最近我是不是对花见时有点太纵容了？后面来到家庭餐厅，七寸同学，我一直在等你哦。结果是3位美少女齐聚，为什么新奇和白风也在啊？人多不是更好点吗？喂，你也快坐下吧，站在旁边跟来点单的服务员一样啊。说的也是，学习会什么的根本没用吧？既然都来了，那也没办法了。白风，你什么时候和他们变得那么好了？也没有那么亲密啦，是新奇同学邀请我的。既然是学习会，那人都会比较好嘛。听说花见时同学其中也是第一吧？白风啊，这第一是靠二周目带来的优势啊。虽然我也一样就是了。我原以为学习小组根本没人认真学习的，在考试周认真学习什么的，这可不符合我的原则啊。仔细想想的话，跟3位美少女一起，我才是格格不入的那个吧。形成3女一男的局面，感觉女孩子们的凝聚力反而更高了。学习会到底有什么意义啊？我至今都没有搞明白啊。果然七寸同学是那种类型呢。你什么意思？七寸同学看起来像是那种不喜欢学习小组的人呢。就七寸同学而言，和朋友一起学习什么的肯定没意义吧。学习一个人效率是最高的，他大概会这么想吧。班长说的太对了。喂，我可是经常参加学习小组的，你根本就没朋友，还开什么学习会啊？这丫头说话真狠啊，别瞧不起人了，我好歹有过一次，而且就在今天。所有人顿时鸦雀无声。空降怎么办？七寸好可怜啊。那是在大雪纷飞的某个假日，我当时想着换个心情，然后去咖啡店学习。我潇洒地走进店里，独自坐在了桌边，先点了一杯蜜瓜苏打。就在这时，后阵传来一阵奇怪的窃窃私语。我转过头去，发现居然是同班同学坐在对面，而且是现充的男女混合团体。虽然我尴尬的要死，但是马上喝完汽水就走，反而会被他们嘲笑吧。于是我心无旁骛地学习了大约3个小时，那些家伙都回家了，这样我也总算能回家了。那一刻我有一种胜利的感觉，毕竟我们在同一空间学习的，这也算广义上的学习会吧。神经，要是那样也算的话，在自习室的人全都在开学习会了。这时花见时的狂热粉脚骨出现了，抱歉打扰你们学习了，我有些事想问空和七寸同学，还有也想问问在场的新奇同学，你只认识女生吗？我可不是故意只认识女生的。那我先走了。七寸同学你不准走，抱歉突然闯进来，我是 F 班的脚骨，是空的朋友，还有七寸是我的敌人。喂，花见时快管管他，你是他的负责人吧？你别胡说八道。那件事先放一边，我们进入正题吧。空和七寸同学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怎么看两人都不像远读是偶然认识的吧？我真的很担心空啊，毕竟他名声可不咋样啊。这个嘛也不一定全是真的吧。实际上我跟他聊天感觉像个
个社会不适应者一样，这一点确实难以否认啊。小空，清醒一点，别被他在骄傲时的表现就上当受骗了。男人这种东西剥开一层皮不还是野兽吗？还有，你是 A 班的新奇同学对吧？为什么加害者会和受害者一起参加学习会呢？事情有点不太妙啊，找个借口敷衍过去吧。那个脚骨同学，其实我不是被叫来参加学习会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跟你一样，我有点搞不懂你在说什么啊。就是偶然听到新奇他们在开学习会，就硬跟过来了。你不是也没被叫就来了吗？我不是来参加学习会的，是跟着空发现他在开学习会，这不叫跟踪狂行为，这叫什么？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新奇同学不是不喜欢吗？所以才轮到花剑石出场了。不过新奇当然觉得很嫌弃就是了，正好欠花剑石人情嘛，他就帮我们牵线搭桥了。花剑石看起来很不满啊，现在我名声差一点也不是大问题。小谷从一开始对我就有敌意，随便敷衍一下，能早点被赶出学习会，或许还能回家睡大觉。不是那样的，其实七川他新奇，小谷也差点相信了。事到如今推翻还有什么意义？没事的，七川，谢谢你啊。传闻七川是跟踪狂，那是错的。我现在全都告诉你们吧。书接上回，新奇不再打算隐瞒事实，把喜欢轻小说的事和男主自爆那件事的真相都告诉了大家。一直以来瞒着大家，真的对不起。原来如此，这样一来就合理多了呢。所以七川他不是传闻中那样的人，不是新奇的问题，大部分都是我自作自受吧。那么空和七川又是为什么一起进行学习会呢？既然新奇同学都坦白了，那我也不能一直隐瞒所有事。其实在远足之前我就认识七川同学了，但是有复杂的原因不能告诉别人。总的来说就是我们是能够邀请对方进行学习会的交情了。那我可以理解为你们在交往吗？那可不行，七川同学你别在意，你这误会可大了。对不起日向，没能好好解释清楚。没事的小空，说开了反倒也轻松多了。顺便接着道歉，我希望你能保密这件事，不管是我的事还是新奇的事。好的，这事我当然谁都不会说。对不起七川同学，我没有确认传闻的真伪就指责了七川同学。那倒也没事，我也没想去澄清，但是我对七川同学说了很过分的话，真的非常抱歉。如果是七川同学和空关系亲近的话，我姑且也放心了。而且你们看起来也不像恋人关系，请你不要起什么奇怪的念头哦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难得来一趟，一起来学习吧。结果学习会重新开始不到10分钟，小谷就被发现笨到连新奇都感到无语的地步。听说年级排名也是低到从倒数开始数起。那么我就先走了，搭巴士的3人组。那我骑车走了。好的，再见。此时男主犹豫了一会儿，那个刚才的事明明可以顺着我敷衍过去，但是他却放弃那样做，选择了坦白。那七川还有时间吗？附近有个公园呢。你想说的是刚刚发生的事吧？你为什么会决定告诉角谷真相？那都是七川的错哦。之前也说过，我小时候是个挺内向的孩子，上了中学后变得开朗了一些，就这样升入高中也没遇到什么麻烦事，直到和板木同学发生争执的时候，七川你帮了我对吧？那对我来说可是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啊。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做不到那种程度，而且班长也很厉害哦，在七川分组困难的时候马上让你进了组里，我可做不到这种事啊。我当时是这么想的，我当时也想成为那样的人。今天七川同学也保护了我，那时候我确实很高兴，可是我不想一直被庇护着，我想要改变啊。七川同学刚才不是想把自己当成坏人吗？那时就会觉得七川真厉害啊，如果是我的话根本做不到吧。我讨厌一直这样下去，所以打算把真相告诉了角谷。等我回过神来，声音就脱口而出了，喂七川，我有好好做到吗？我能够改变吗？新奇的话一定没问题的，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用，但是我会应援新奇的。别这么说啊，谢谢你，光是这份心意我就能再努力一点了。我曾以为我必须要去保护新奇，因为知道新奇会休学的未来，以为自己是特别的人，是我小看新奇了，这是何等的傲慢。我又不是轻小说主角什么的，拯救什么人可不是我的风格吧，可不能把别人当成游戏里的 NPC 啊。人是会变的，受周围的影响或者那些某种东西的影响而有所动摇。远足时和花剑时袒露心声，我的意识也会稍稍发生变化，其他人也会随着时间改变，甚至去努力改变，一切都能往好的方向发展就好了。我如此的期盼着。在脑海的深处，我也明白人生不会那么顺利。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也结束了，离暑假只剩半个月时间了，要发期末考试成绩单咯。这次也在班里拿了第一吗？班长投来羡慕的眼神。咦，琉璃这次成绩超好吧？毕竟学习会上他们也很认真，这肯定也有花剑石和白风教导的功劳吧？倒也没多好啦，也就刚好没到平均分吧。还真没多好啊。中午说这成绩好，我都有点好奇他成绩怎么样了。说起来，考试周约琉璃去卡拉 OK 你都没来呢，难道说你真的拼命学习了？倒也没有拼命的程度，可能比上次努力些吧。毕竟要是不及格那就糟糕了。虽然不敢相信，但是和七村在学习对吧？哎呵，你这反应也太真实了吧？不是那个班长和 F 班的朋友也都在，又不是只有我们2个人。班长吗？那家伙也挺不容易的，没什么不好的吧？比起和我们玩，和他们一起学习更开心吧？不是那样的，我不是说了吗？又没什么好藏的，要是觉得无聊就直说嘛，被人藏着掖着感觉很不舒服啊，真是扫兴。我去自动贩卖机买点什么，大家也一起去吧。尤里爱，你在搞什么啊？到了晚上，星期哥给男主打电话，有件正经事要跟你说。什么事？琉璃最近是不是有点不对劲？你这么一说
说确实是这样，你有什么头绪吗？可能是他人际关系出了点问题吧？问题出在朋友那边吗？如果参选委员是导火索的话，就不能说信奇没有责任。虽然是本人想改变自己的意愿，因为没把这个告诉钟他们，所以他们大概不知道该怎么相处吧。当然，我只是跟信奇哥浅浅的解释了一下，我暂时也帮不上什么忙啊。如果再发生什么，可以告诉我吗？知道了，红野先生对信奇真是宠溺呢，这也许是哥哥的责任吧。就算被拜托了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。对不起，今天也有委员的工作哦，是吗？那加油哦。谢谢，那再见了，走吧。信奇，你是和钟他们相处不太好吗？哎，没想到七村还挺在意我的嘛。你们太显眼，自然就看到了。没关系的，又不是七村的错，你放心吧。之后又收到花剑石发的消息，今天信奇的脸色看起来不对劲啊，看来还是瞒不过花剑石的眼睛啊。信奇好像和班上同学相处的不太好，是因为和七村同学一起进了文化祭委员会吗？大概是吧。七村同学，你觉得该怎么办？什么也不做。为什么？朋友关系搞僵这种问题我也无能为力吧？我是不是显得太冷漠了？但这次的事情我确实束手无策，把自己当成轻小说主人公，这种傲慢的想法不该抛弃吗？我想尽我所能，随你便吧。隔天男主又被脚骨给拦截了，约男主午休到中庭谈事情。最近小空经常一脸阴沉看着手机，七村同学你有什么头绪吗？果然他还是在意信奇啊，这个嘛有点涉及个人隐私。我明白了，那我就不问详情了，请您替我解决小空的烦恼吧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因为小空露出那种表情我受不了，而且知道原因的七村同学有义务消除空的烦恼。我比你更了解花剑石的事情，你不会感到不爽吗？多少有点不爽了，但我不是想炫耀关于空的知识了，空有我不了解的地方也是很正常的。比起这个，能拜托你吗？我会尽力而为。2天后就是结业仪式了，第一学期最后一个周日，我为了逛书店收集新刊和特点，久违的来到了市内的商业街，想要的轻小说全都买到手了，却没想到意外碰到2位活佛信奇和花剑石。放假的时候遇到学校认识的人太尴尬了，还是赶快开溜吧。这时身后传来信奇的声音，咦，七村？真没想到七村同学会在假日上街，今天是有什么祭典吗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才见面5秒就这么毒舌，再说有祭典我也不会出门的。心情一瞬间就被拉回家庭餐厅聚会那一刻，真巧啊，会在这里遇到。来买东西？我只是来买轻小说的，那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这对话结束也太快了吧，我可不能打扰你们俩。我们倒是无所谓，对吧小空？我们也是刚买完东西，所以没问题哦。刚才还逛了好多服装店呢，在同一家店一起买不行吗？不同的店款式不一样，我和小空喜好不一样嘛。要是同一家店的话，总归是有点……那在不同的店里买不就好了？那样的话，我们一起来的意义不就没了吗？再说了，七村同学可能不明白，衣服这种东西光看到就觉得很开心哦。我不太懂所谓逛街的乐趣，毕竟平时买的都是轻小说、漫画什么的，感觉在哪家买都一样。这时候信奇提议大家一起去逛街，但是我们不是已经逛完了吗？因为附近有个地方大家一起去才好玩。结果信奇把大家带来了宅书店，为什么是这里啊？毕竟七村和小空都喜欢这类东西吧。说起来，这家伙以为花剑石和我是因为宅兴趣才认识说话的。花剑石同学应该是第一次来这种店吧？旁边的阿宅都惊呆了，居然有美少女和辣妹出现在这种地方。看到信奇能在这里挑选喜欢的东西，花剑石觉得能来真是太好了。今天玩得好开心啊，而且也见到七村了。我觉得见到我也没什么好事，才没有那种事。能在假日跟朋友见面还是很开心的。感觉花剑石的表情也比平时柔和了许多。我再去买点东西，你们2个有什么想要的？没有，我也不用了。看到信奇同学那么开心，真是太好了。你真是个好人啊！你邀请信奇果然是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情吧？那也是原因之一。我以前就想和信奇同学2人单独出来玩了。要是信奇同学不介意的话，我想要不要约班里的朋友一起出来玩？就算没法待在中他们的圈子里，花剑石也会继续当他的朋友。看来花剑石已经预见这种可能性了。七村同学呢？打算什么都不做吗？到底该怎么办呢？虽说被脚骨鼓励了一番，但心里还是很犹豫。虽然不想置之不理，但觉得自己能解决信奇的问题，这种自大的想法我连想都不敢想。我这种边缘人想去解决问题，最后只会把事情搞砸。我已经不把自己当轻小说男主了，而且和信奇扯上关系，感觉反而会给他添麻烦。说到底，我和信奇扯上关系，或许是和钟不快的根本原因。只要我离开，他们朋友关系也就能修复了吧？脑海中突然闪过这样的念头。七村同学，你误会了哦。虽然你总说什么轻小说主角之类的，难道没有主角资格的人就不能对身边的人伸出援手吗？就算普通人看到重要的人遇到困难也会想去帮助吧？他说的没错，如果不是主人公就不能向别人伸出援手，根本没有这种道理。信奇同学是以怎样的心情和七村同学来往？你有考虑过吗？想和七村同学你扯上关系就是这么回事哦。你觉得有人宁可丢脸也要去和不想扯上关系的人搭话吗？信奇同学确实是个老好人，但他可没傻到连这点利弊都分不清哦。七村同学在郊游时追上来找我，我真的很高兴哦。你愿意和我有所交集，真的很高兴。所以想和你玩的信奇同学，希望你能相信他，是有人想要和你来往，请你相信自己。说的也是啊，谢谢你花剑石，你不用向我道谢，我也没法和信奇的朋友沟通，只能把事情全推给七村同学了。即使这样，还是谢谢你。看着眼前如此开心的信奇，想要和他有所交集，这份心情是无法欺骗的。结业典礼的前一天，今天的班会没什么事可做，要不去动物园吧？班里瞬间就起哄了，这兴奋个什么劲啊？这教室不就跟动物园一样吗？像这种加深班级同学感情的活动，真的有效果吗？反正我可从来没能和谁搞好关系过。最后一幕的镜头留给了男主和班长，还有信奇的背影。
今天是放暑假的前一天，因为班会没什么可以讲的，老师决定带大家一起去动物园。到时间了，记得来入口集合，大家可以解散了。男主依旧是孤身一人，之所以故意走在最后，是为了不走在目标人物的面前，不想待在人多的地方，显得我很孤单。男主就自己四处逛逛，没想到正好碰到班长白风。白风告诉男主，星期在里面的考拉馆，如果男主不去搭话，那白风就自己去。要是换做以前，白风不会去搭理星期，但是自从文化节委员会，星期开始主动参加，还主动去解开甲骨同学对他的误会，看出来星期也想要做出改变。白风希望这样的人能够得到回报，就算他被之前的团体给疏远了，至少这个时候自己可以陪他聊聊天。也许在这种时候，把事情交给白风会更加顺利。不过我也有我应该做的事情，因为我想和星期产生交集，我自己是这么想的。男主毅然的走进考拉馆跟星期搭话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我们一起看吧。你跟钟他们相处还是那么僵着吗？我想和优里爱他们修复关系，如果我这么说的话，七村同学会帮我吗？人际关系这方面的话，孤身一人的男主可帮不上忙。如果男主想要伸出援手的话，星期或许会更加厌恶自己，毕竟说是要改变自己的，又要暴露自己，又要维持关系，我可没那么厉害。哥哥或许很擅长这种事。被保护同学发现新小说的时候，感觉像说自己就是个骗子一样。星期对钟他们有所隐瞒，他从以前开始就一直怀有罪恶感，所以保护的质问才让他那么难受。上一世的高中生活不了了之，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吧。星期觉得自己就是个撒谎者，生活在自己构筑的谎言里面，害怕自己的谎言会被揭穿。难道不坦白一切就做不成朋友了吗？为了维持重要朋友关系，有些事情不得不隐瞒。我觉得这种情况肯定会有的。说到底，真正的自己又是什么？独自待在房间时安静的自己，还是和别人侃侃而谈时的自己？这意味着其中一个是虚假的吗？不能因为藏了点事情就觉得那不是真实的自己而去否定自己。星期在和我们说话的时候，以及和钟他们说话的时候，难道只有一边是真实的，另一边就满是谎言的冒牌货吗？当冒牌货的时候就一点都不开心吗？星期这时候被男主 PUA 的都直接走马灯了。我认为那都是真实的，哪个都无比珍重，我哪个都想要。既然如此，你和钟他们说话时和跟我们一起时表现出的样子不一样，那根本不是什么坏事。我向你保证，至少和我说话时的星期我还挺喜欢的。男主一时冲动，好像说了什么不得了的话。星期呢还想和钟他们做朋友吧？因为我喜欢大家，这样最好不要放弃和他们建立联系。一旦你选择放手，就真的再也无法联系了。就算钟他们不接纳你，星期你也不是孤身一人，你还有花剑士和白风，而且还有七村在呢，对吧？到头来我根本没有解决任何星期的问题，我只是听了他的话，告诉他我的想法，这就是我的极限了。只要能让星期稍微变得积极一点，对我来说也算是最好的结果吧。这时候迎面而来的是曾经的好闺蜜钟，星期又该如何修复这段破碎的友情呢？书接上回，星期和钟还是撞在了一起。钟依旧非常厌恶男主，搞不懂为什么星期要和男主一直搭话。琉璃最近就怪怪的，果然是因为七川吗？钟直接越过星期来质问男主，男主感觉快要演不下去了，既然碰上也没办法，反正我也玩不来什么心计。钟是不喜欢星期对你有所隐瞒吧？这家伙不爽的原因肯定是不知道星期的事，但星期却向我坦白，在星期心中的顺位比我还低之类的。你是不是这么想的？是又怎么样？明明就是这样啊！有些话不能对我说，却能对七村说，对吧？那不就意味着我比七村更不值得信赖？不就是觉得我不如他吗？星期想要安抚钟的情绪，但此时的钟已经火力全开。男主受不了要和钟比一场，就比谁对星期更了解吧。星期的生日你知道是哪天吗？当然知道啦，8月4号啊！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？我不知道啊。哈？那星期喜欢吃什么？蛋糕、巴菲之类的甜食，还有什么季节限定饮品之类的？原来如此，我也不知道。星期喜欢的衣服品牌呢？那种东西我们还一起去买过呢。这个我也不知道。你比我了解星期太多了，你们相处的时间也比我长。这下你明白星期心里谁的地位更高了吧？如果是比了解对方的话，我觉得赢不了钟，所以你就放心吧。这一打法叫做以退为进。我能说的只有这么多了，之后就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了吧？接下来就是最顶级的瞒天过海，让谎言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故事的版本变成了男主和星期的哥哥是朋友，所以会互相借阅轻小说。男主和星期又是同班同学，所以负责转交轻小说，但却偶然被保护发现了。星期还在想怎么解释的时候，男主就跳出来帮忙。虽然男主背上了坏名声，但星期知道男主是为了帮他，所以才对男主的看法改观。闺蜜也是被忽悠麻了，听完之后马上跟男主道歉，男主好像还是个大好人来的。这就是二周目给我带来的从从容容，游刃有余。结果还是什么都没做成啊！虽然发起了奇怪的挑战，但也没有撮合他们两个。我想这一定就是我和他们之间最适合的距离感吧。之后男主和花剑时又来到家庭餐厅复盘，关于星期的事总算是有眉目了。真的吗？进展的怎么样了？男主简单讲了下今天发生的事情，星期确认了自己的心意，主动尝试推进和钟的关系。钟也理解了，毕竟那家伙也不是什么坏人，倒不如说是星期这边的脚骨。总之我们也可以放心了。我倒是一开始就没怎么担心，你最近的表情可是相当精彩哦，七川同学。没想到全都写在脸上了，天天被压力还要保持平常心也很难的吧？还想着我什么时候变成了星期的负责人，结果这次还是麻烦七川同学，我什么忙都没帮上。花剑时你不是在背后推了我一把吗？如果昨天没和花剑时聊过，我就无法和星期扯上关系，所以这次的
结果，花剑师也好好的参与其中了。或许是这样呢，或许我一直都想看到你这张脸。书接上回，结业典礼结束后，期待已久的暑假也要开始了。不知道是不是不打不相识，信奇他们的关系似乎开始修复，这样我也能安心的迎接暑假了。这时候，信奇突然叫住男主，当着众人的面把轻小说递给男主。哥哥说这本轻小说很有趣，因为是轻小说才给七村君呢。原来用的是这招啊！没想到他会在教室做出这么引人注目的事。请代我向红野哥问好，等文化节的时候再还给我就可以。那就这样，再见啦！女同学们纷纷都炸锅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七村同学和信奇同学是什么关系？然后信奇开始他的表演。其实和七村以前就认识了，因为哥哥和七村都喜欢轻小说，而且关系也很好。同班的我就会负责转交轻小说，因为觉得不好意思，所以会偷偷的。之前被保护同学发现的也是哥哥要转交给七村的轻小说，在犹豫怎么办的时候，七村就已经被孤立了，所以我才试着跟七村搭话。因为受哥哥的影响，自己也读了不少轻小说，一直没能告诉大家，非常抱歉。七村真的不是坏人，反而是个大好人，一道流程下来解决了新奇事件。保护说你这样会显得我很呆啊，这样班上的阿宅燃起希望，理解宅男的辣妹居然真的存在啊，感觉人生有希望了。男主不自在的想要跑路，白凤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，不知不觉连钟同学都被你玩弄于股掌，你果然是只对女生下手吧？别说这种让人误会的话，这样下去感觉你很快就能融入班级了，这方面就别抱希望了，毕竟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。看来第2学期也要和你相处一段时间了，那我就去趟图书馆了，下学期见，祝你有个愉快的暑假。刚才和信奇虽然只有几分钟交流，但却改变了我和信奇在班里的立场，他也在朝着自己期望的方向前进。白凤刚走又来了个花剑石，刚才看到信奇要和朋友们去玩，他看起来很高兴，他们能和好真是太好了。就是说啊，我也不用白费精力了。话说我们在学校光明正大聊天，不会对花剑石有影响吗？没关系，反正我们文史委员也是一起的。这时候男主的手机收到信奇邀请加入班级群，这样说明在一起的钟他们也没有反对。男主本来想点拒绝，但是被花剑石强制点加入。花剑石还问男主要不要去家庭餐厅，今后我会硬拉着你出去玩哦。第1学期的种种经历，手机里保存的联系方式，还有身边走着的花剑石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未曾知晓的。今年的暑假会比任何一个暑假都要漫长，我曾经有过这种预感，但是都特地来海边了，七顺同学怎么还在睡啊？为什么会来海边这种格格不入的地方，才是最大的疑问吧。校园恋爱喜剧一旦进入暑假，会有很大的概率去海边或泳池，这是俗称的泳装回。对我来说有没有泳装回都无所谓，但作者无论如何都想画的话，其实也不是不行。顺带一提，我曾在小说投稿网写过3部恋爱喜剧，但都在暑假来临前就停更了，因为我没有写泳装回的经验。时间回到男主亲身经历泳装回之前，自己和妹妹虽然放了暑假，但父母还要上班，男主要管自己和妹妹的吃喝，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哥哥的话，大概就是个工具人吧。妹妹问男主放暑假后要去哪里玩，可能是便利店、超市和图书馆之类的吧，但是这些都不算是去玩吧，毕竟暑假对我来说就是一段天热又不用上学的日子罢了。妹妹又问男主和之前在家庭餐厅见面的女生们有什么进展，信奇偶尔还会分享新小说的读后感，花剑石只会问人还活着吗？妹妹听到后不免可怜一下男主，不用这么在意的老哥，人就是这样成长的嘛，想哭就哭出来吧，旁边擦鼻涕的纸巾都为你准备好了。失恋了就在妹妹面前哭的哥哥实在是惨不忍睹，所以拜托你等我不在的时候再哭啊。老妹还不知道哥哥的伟大，你老哥可是轻小说男主啊。不久后男主收到花剑石的消息，问男主下周4有没有空，男主决定不回消息，先观望观望，毕竟天那么热，出门感觉很麻烦。花剑石约男主一起去海边，顺便把新奇和白风一起叫上。哇靠，有3个美少女的海边还有泳装，就算是这样男主依旧吸格嘛。既然扣子男主不领情，花剑石干脆直接打电话告诉男主必须要去，这是命令不是通知，而且新奇很期待七川能一起来啊。花剑石刚进行第1轮轰炸，紧接着又是新奇哥的第2轮施压，我妹和花剑石同学都一起来了，而且我正好也在海之家打工，你就正好一块来玩呗，去一下又不会少块肉，但我的时间和体力都会减少啊。没关系，我直接去你家门口接你，你绝对不要过来啊，你应该不知道我家在哪的吧？我手上可是有睡高俊的小说手稿，你也不想自己的史诗级恋爱喜剧作品被别人发现吧？能写出这么单薄的剧情，肯定是缺乏很多精力，有睡高在的话，琉璃和花剑石同学也会更开心吧？就当顺便去取材怎么样？我知道了，我会去参加的。男主这下算是彻底被拿捏了，和3位美少女一起去海边游玩，还能看到他们的泳装形态。今天依旧是跟妹妹在家度过愉快的暑假。男主说自己这周4要去海边，妹妹听到后不可置信，哥哥居然要去大海，难道说是要被沉海了吗？这完全不一样好吗？是正经去海边玩啊，确定是要和谁一起去对吧？那当然了，我可没闲到有一个人去海边的爱好。话说回来，我能算是他们的朋友吗？我这辈子没什么朋友，搞不太懂。每次看漫画的时候都会出现莫名其妙变成朋友的场景，有时会让我感到惊讶。他们肯定在
我不知道的地方一起聊天或者出去玩，然后把我当成笑料吧。男主问去海边可以穿游泳课的泳衣吗？那肯定不行啊，哪有人上课和私下穿同一件泳衣啊？这时候花剑石突然打来电话，听说七村君愿意参加了呢。你竟然算计我，我可没做什么事哦，我只是告诉新奇七村不想去海边而已。你就是算准那个人会来联系我吧？那也是没办法的啦，因为七村说了很麻烦的话，你为什么非要拽着我去啊？结业式那天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我会硬把你带出来玩的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然后时间来到了周四，哇，是大海，琉璃穿着凉鞋跑很危险哦，因为是大海啊。空不知不觉已经开始直呼琉璃了，看来是在我不知情的时候加深了友情啊。一同前来的还有班长白风，你不会在想要是下雨就好了吧？看到他们那么开心的样子，感觉也没那么坏，你心里也萌生出人性了呢。别说的好像以前没有一样，人看起来比想象中的少呢。电视上看到的游泳池都跟下饺子似的，比起泳池去海边的门槛更高些吧。说起来我也很久没来海边了，哥哥能在海之家打工真是太好了。星期哥来帮忙布置场地后就去打工了，接下来就是众人去换泳衣，男主依旧标配沙滩裤加衬衫。第一位换好出来的是花剑石，哇，这就是大海吗？好美啊！喂，你在看哪呢？我可是特意为了今天买的新泳装，你好歹也夸一句吧。第二位是新奇，这件泳衣是我新买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是什么买泳衣就要问意见的规定吗？感觉很适合新奇的风格，不是挺好的吗？最后出场的是害羞的白风，不仅实力雄厚，扎上大马尾后感觉更加好看了，还是唯一让男主主动夸的女生。害羞起来的班长也很可爱呢。话说七村的泳衣是新买的吗？算是吧，有种当地大叔的感觉呢，还真是毫不留情啊，感觉会在渡轮码头出现的类型。七村同学难道是文森岛郊游时特产店里的老板？真是的，你们啊，和3位泳装美少女一起在海边游玩，脸上还能愁眉苦脸的，男主你真是第一人了。和3位美少女去海边游玩，还能看他们在水中嬉戏。新奇开心的向沙滩上的哥哥挥手说久等了，哥哥说自己在海之家那边有事可以随时叫他，随后指向旁边的冷藏箱，提醒他们里面有饮料，要好好补充水分，如果不够喝，海之家还有免费的水。新奇拿出防晒霜号召大家一起来涂，然后问白风要不要互相帮忙涂后背。白风回答说自己没有带防晒霜。花剑石表示这个时节的太阳很毒，不涂的话会浪费这漂亮的肌肤。这时新奇突然偷袭，把防晒霜涂到白风的后背，随后3人就商量着互相帮对方涂。几人发出的怪声音让旁边的男主感到很尴尬。男主觉得要涂防晒霜还不如穿衣服，穿着泳衣万一肚子着凉怎么办？一个出自老头子般视角的发言。这时花剑石问男主要不要涂防晒霜，男主回答说自己没有带。花剑石说可以借给男主用，男主拒绝了，而且不打算下水。花剑石问之后洗澡疼的话你怎么办？男主觉得没事，自己是忍者，可以忍。这时新奇和白风跑过来问两人在聊什么。花剑石说男主不想涂防晒霜，正来教训他这个天真的想法。新奇可不管你3七21，直接往手里挤出一大坨防晒霜，然后男主乖乖的涂到身上。在一切准备就绪后，新奇呼吁大家一起出发吧。为了预防中暑，花剑石让大家先喝一下冰镇饮料，这样男主和白风都觉得花剑石看起来就像伪妈妈一样。看到3位美少女一起走进海里，男主感叹这种大热天居然还真有心情玩。在海里的新奇和花剑石玩得很欢乐，两人都互相泼对方一下。就在新奇准备反击的时候，花剑石却突然躲开，让水泼到了白风的脸上，战况一下就变成了2打1。在沙滩椅上的男主默默看着全过程。这时男主收到脚骨发来的消息，问男主是不是在海边，要是敢偷看花剑石的泳装就宰了你。男主很无语，不知道该怎么回复。脚骨说作为补偿要给自己拍很多花剑石的泳装照。男主想着干脆拉黑算了，如果真要去拍的话就说是脚骨指使的。脚骨看到后顿时就慌了，告诉男主这件事没发生过，然后疯狂对男主输出负能量。男主安慰他下次让花剑石再带他一起去。这时白风走过来问男主来海边了还在玩手机吗？男主说自己帮某位监护人处理工作，而且自己也不知道在这种地方该做什么。白风也知道男主一个人待着会更自在一些，从远足那件事也得到了教训，担心男主反而是自讨苦吃，并且还记得男主是文史委员，自己也决定要当文史委员。之后还要跟新奇说一声，因为之前的女文史委员是新奇，白风一直想要加入学生会，所以想从文史委员来表现自己。文化季结束后2周就是学生会长选举，这时候担任文史委员的话会是很好的加分项。白风说今年的文艺执行委员长是学生会的书记神原学姐，并且她还是下届学生会长的热门人选，所以白风才想在文史委员好好表现。男主表示白风这都是想走后门啊，而且觉得这些东西那么麻烦，为什么要这么拼命？白风低头说你可能不会懂吧。这时候在海边玩的2人也回来了。花剑石问男主是不是没下海去玩，男主回答不知道该在海里干什么。新奇说只要泡着海水就很舒服了，然后男主就被赶到海里泡水，仿佛就像老爷爷老奶奶来泡浴场一样。这时白风拿水枪滋了男主一脸，原来是去新奇哥那里起了装备。接下来就是男主接受审判的时刻，在美少女们的集中火力下，男主发出了幸福的惨叫。